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才播3集长乐曲收视率破2，我敢说，古装探案剧招牌又回来了。国产剧中有一个题材屡试不爽，称得上热度收割机，那就是古装剧。其中还可以分为3大类，也是这2年最受观众欢迎的类型。其一，古装权谋剧。自从《庆余年》出圈后，烧脑的权谋剧就成为了市场里的香饽饽。而待播剧中肖战还手握一部大男主权谋剧《藏海传》，由国剧教父郑晓龙亲手操刀，还没开播就已经显露了爆款的潜质。其二，古装偶像剧。尽管骂声不断，但古偶剧还是热门题材，想必观众也是在期待着有导演可以拿出笔尖，香蜜沉沉烬如霜、《仙剑奇侠传》这些经典的佳作吧。目前杨紫手握一部国色芳华、程毅主演的《狐妖小红娘》，王权篇也同样备受瞩目，能否让题材口碑回归，就看他们的了。其三，古装探案剧。这是近2年来国剧市场上崛起的黑马题材，莲花楼、唐朝诡事录都凭实力将观众目光抓住。而眼下又一部新剧《长乐曲》强势来袭，上星湖南卫视后收视率破2，势头不容小觑。在我看来，这部剧将成为古装剧的招牌，创造新的爆款密码。01智商在线的古装剧。长乐曲讲述了严府庶女严姓邓恩熙氏因姐姐逃婚，为了保全家人性命，不得已代替姐姐嫁给内卫府大阁领审度丁禹锡氏。因京中奇案频出，小两口先婚后爱，联手断案，最终揭开了隐藏在案件背后的惊天阴谋，守护百姓安宁的故事。作为一部古装探案剧，剧情的2大看点就足够让人入戏了。第一个看点，高智商男女主。其实人设才是立住一部剧的关键所在。大部分探案剧中男主都是绝对的智商担当，而女主更像是辅助的位置，男女主之间少了些并驾齐驱的感觉。但这部新剧不同，故事开场先用一场刺杀案让女主意外入局。面对黑白无常2大朝廷重臣，严姓不仅要洗脱自己的嫌疑，还要从一群人中挑出凶手所在，这就是考验智商的时候了。从刺杀方位、地形特点、射击姿势和手上老茧等多个细节切入，严姓就像是剥洋葱一般将真相公布于众。而后凶手气急败坏劫持了严姓，这一段男女主互相交换眼神，配合默契，也让故事的可看性达到了峰值。第二个看点，先婚后爱，感情线甜度爆表。尽管探案是主线，但我想观众也会关心男女主的感情线够不够戳人。其实2人并非一见钟情，从女主的反应来看，他们早就相识，具体有什么隐情，可能还要后面的故事为观众揭晓答案了。不过能看出来男女主之间的情感是比较内敛隐忍的，先婚后爱的模式也符合古代背景，没有强行发糖的工业感。可以说长乐曲并不是一部无脑的古偶剧，案件烧脑，内容跌宕，男女主人设也能满足观众的追剧诉求，越看越上头。02颜值与演技兼具。除了故事精彩，长乐曲的演技质感也不容小觑，虽然剧中有不少年轻面孔，但表演实力让人眼前一亮。先看男主丁禹锡。古装男神的阵营中必须有丁禹锡的名字。不过，以前他在古装剧中的形象都比较俊朗儒雅，这次新剧中却走了另一个的路线。他饰演的男主沈度素有白无常的称号，一身黑衣搭配大毛领，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，敏锐凌厉的眼刀子往镜头前一扫，看得人心跳都漏掉了半拍。上一次看到这么 king 的人设还是东方青苍，没想到这次轮到丁禹锡创造一位霸气十足的男主形象了。但更让惊喜的还是他对于角色情绪的拿捏，
偷偷观察女主的表情，似乎有千言万语，太细腻了。丁禹兮，该火了！再看女主邓恩熙，多久没有在古装剧中看见新的面孔了？内娱的小花就那么几个，新剧轮着演，看的观众都审美疲劳了。不过，别看邓恩熙面生，其实她早在网剧《唐人街探案》中就展现出了不俗的潜力。而且虽然长相没有特别惊艳，但邓恩熙属于耐看型，眉宇间还有着淡淡的倔强和坚韧的气质，这也是为什么她适合严杏这个角色的原因。果然，内娱早就该迎接新人了。除此之外，这部剧中还有不少观众的老熟人，比如影后何赛飞，她饰演的是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，往那一站就有着无形的压迫感。即便是面带笑容，还是让人不敢造次。你还这别说，这种级别的人物就得邀请老戏骨来坐镇，何赛飞无疑是剧中的定海神针。还有毛子俊，想必观众也不陌生。五官端正、气质温润的他，居然要在新剧中演反派来罗织这个角色。一开始我还为他捏了一把汗，没想到他身穿白衣出场，笑不打眼底，将角色的虚伪与阴狠演绎的恰到好处。不愧是实力派，相信毛子俊在这部剧后会被更多人看见。另外，小娘惹中的萧燕也来了。剧中她扮演的富家女陆垂垂，天真活泼，灵气十足，也是一个养眼的角色。不得不说，这么多好演员同台飙戏，人物群像就足够吸引人了。03结语。说实话，本来我对这部长乐曲没有抱有太大的期待，却狠狠被剧情与演技惊艳了一番。看来现如今的古装剧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，能够直接抓住题材的精髓，将主线内容拍出环环相扣、节奏紧凑的效果。同时，也没有忘记感情线的设计，不再是刻意的组 CP， 而是让人物的情感层层递进，在推动剧情中培养感情，极具说服力。不仅如此，这部剧在女性话题的呈现上也有着独特的想法。女子可以入朝为官，尽管会遇到不少波折，但在古代背景下，无疑是一个思想的突破。女主的人设也让人看到了女性觉醒的一面。